都开始录了，那我先说一段开场白。开场白其实没什么，就是还是说一下这个直播的目的，以及这个直播被上传成视频之后的目的。目的很简单，目的就是介绍一下1.7的一个主要功能。为什么要用视频的形式介绍呢？是因为1.7更新的内容比较多，然后至于发布贴的话，它不一定介绍的很全面。发布贴有一些内容是完全没提到的，就是有一些小细节的功能是没有提到的，所以这个可能会，而且那个功能也不是很容易发现，有一些功能不是很容易发现，所以我觉得是有必要录一个视频，把这些小的东西都讲清楚。这就是我做这个直播的主要的目的。然后欢迎大家连麦，就是有连麦条件的可以进来随时聊天，然后没有连麦的可以在群里面讲，因为我这一边是我是一边开着电脑，然后一边看手机的，所以我手机上我看得到群聊。然后那现在就开始介绍吧，就1.7的功能。那么1.7呢，首先看一下标题界面，标题界面没有什么改动，但标题界面唯一的改动是这里，就是 option 这里，option 这里是有改动的，主要改动在于说，按键设置这里多了几个键，多了3个，上面这些都是之前的版本就有的，这上面这6个是你在玩关卡的时候那6个操作键可以改键位，主要是下面这三个。下面这3个是在编辑界面里面一些快捷键的键位，一个叫这个英文我做的不是很好啊，就有一个叫 pick， 一个叫 accurate move， 一个叫 submenu， 然后3个键分别是 E、J 和 Q。那这3个分别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进编辑界面看一下。编辑界面的话，具体的东西我就稍微再讲。我现在主要就讲这3个功能键，就是刚才说的3个 E、J、Q。那么最熟悉的应该，这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 J。J 的话是什么 ？J 就是微调。那当然以前是什么？以前是 Control 嘛。但后来考虑到一件事情，就是 Control 还有以前的 Shift 的话，是可以跟那个输入法可能会影响到中文输入法。所以考虑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把默认的键位改成 J。当然，就是如果你觉得 J 有点不习惯、不方便的话，你可以改回去。就一开始1.7的零是没得改的，后来有人反映说，不习惯这个键位，或者说他电脑上 EJQ 这几个键位不是很好用，所以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去改。然后改也很简单，比如说，刚才 J 的话就是微调嘛，微调我这个名字我可能起的不太好，但大家知道这个是微调就好。J 的话是微调，然后你点一下，它就会让你去按一个键，改成你想要的，比如说 Shift 啊，或者 Control 啊。当然我现在改回 J，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就改回 Control。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微调，微调的话就这一个作用。然后第二个键是 Q，Q 的话就是以前的 Shift，Shift 的话其实有好几个作用的。Shift 的话，第一个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作用是修改一些物品的信息，比如说探照灯，探照灯你输入了之后，你以前按 Shift 的话会弹出一个菜单的嘛？那现在就是按 Q，按 Q 可以弹出一个菜单，然后去修改它的一些参数之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主要是改了键位，以及那个键位的话，现在叫 submenu， 就子菜单。因为 Shift 的话，主要功能就是弹出一个子菜单让你去输入，或者你对着某一些可以调参数的物品去按它，然后就可以弹出一个菜单，直接让你输参数。总之是这样。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键是新增的一个功能，就 pick。pick 这个功能同样有2个作用。一个作用是什么呢？一个作用是你，比如说你输入一个段地面，但是有一些地面它是比较麻烦的，比如说你这个草地地面它一共有6种，然后这就导致你每输入一个草地，就你每画一个草地，你都得在这里找，然后按，然后就比较麻烦。一的功能就是相当于是画图软件里面那个吸色器，就是你在这里按一下 E 的话，它就能够选取到一个对应的地面。
然后这样子做地面的话就会快很多。当然现在有一个 bug， 就是有好些人反映一个 bug， 就是有时候一阶会不管用，但因为有时的话就是很难说是什么时候，就所以就很难找到原因，就因为你只说有时的话，我是很难确定这个 bug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现在还没有修。但总之我会记下来，但到时候如果发现了它是什么条件导致说你突然有时候不能用一的话，我就会修它，但我目前是修不了。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一的第二个功能是可以去搬动一些有参数的物品。什么叫有参数的物品？比如说刚才的探照灯，探照灯如果你想保留一个原样的探照灯，但你可能有时候觉得它位置不满意，你想稍微挪一下。挪的话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你当然可以用微调，但是有时候就微调不太方便，因为它只能这样慢慢的挪。然后所以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只用一的话是这样子，你这时候用一你要按住它，就是不是稍微点一下，你是按住它，按住它你就相当于可以拖动，然后就可以拖到这里，然后就拖到这里，就好几个带参数的物件都可以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之后介绍的这个信息砖也是可以拖的，然后水位砖我忘了可不可以，应该也是，就这几个带参数的东西都是可以拖的。这个就是刚才说的三个功能。那这三个功能就讲完了。这个是涉及到标题界面的改动，当然实际上是编辑界面的改动。然后我们进编辑界面，编辑界面的话，一个一个来看。首先 block 的改动，第一个是删掉了经典的界面，就是本来经典的 NW 它不是这样排的嘛，它是有一个经典的排布。内页的话，我们当时做的时候也是打算把它替换掉的，所以我们当时的第二页，也就是现在所看到的第一页，以及后面这些东西是包含了本来经典内页的所有的 block， 所以理论上经典的内页是可以去掉的。但当然中途也发生过几个问题，就是 1.7.0 的时候有一些 block 它是有问题的，比如说这里一开始这个砖是黄色的，就不是这个黑色砖，这就导致黑砖根本就没有了，因为黑砖只能在这里访问到，然后经典内页又被我删掉了，这是一个问题，不过现在已经修复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块，1.7.2 或者以下版本是有问题的，我这个是 1.7.3， 所以刚刚修了，就昨晚发布那个版本 1.7.3 刚刚修了这个问题。1.7.2 或者这几个方块是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个改动就是第三页我们是完全重排的，就本来第三页不是长这个样子的，还有那个什么坦克，因为后来打算不做坦克了，所以坦克那些 block 全部取消掉，然后就增加了一些新的，比如说橙色这个城堡啊，然后还有这一种城堡砖就加了这两种，然后还有坟地这个也加了。不过坟地的其他一些配件，比如说背景啊、风景之类的，我是打算之后再加，1.7没来得及加。第四页是一些新的，主要是这个蘑菇砖块，还有这个天空的一些，然后还有几个附加性质的，比如说这个 SMB 一代的两种地面砖，色牙齿，就这些。啊，彩色牙齿，对，还有个彩色牙齿，这炫彩牙牙乐。不过这个当时也是觉得就刚好凑一个位置嘛，当然是缺一个位置，那就加这个上去。因为要比较好看，我们就打算加这么多。然后后面这些暂时还不知道加什么，大家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提一下。如果能够足够撑起来这么多空间的话，那我1.8就加。但我目前还不知道就 coming soon 这里到底加什么，所以就写了个假的 coming soon 上去。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好这个要加什么。这个就是 block 的改动。然后第二个是敌人，敌人其实几乎没改，因为是打算1.8再加的，但后来大家反映了之后就加了一个就龟壳，龟壳的话你是可以用滚轮去调动的，一共可以调出10种来，就8种不同颜色的和硬壳。那这个和这个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静止龟壳，然后
这个的话就是滚动龟壳。然后滚动龟壳的话，滚动龟壳它的性质跟其他的普通敌人一样，就是你马里奥走到它就走到刚刚好让这个龟壳进入屏幕的时候，这个龟壳才会被触发。比如说我这样子摆，那这个龟壳肯定是马上触发的。但如果你把它摆得远一点，就比如说我调个40个，摆得远一点。然后注意啊，这也是就是跟那个移动条是一样的，你选了龟壳之后，你也可以用滚轮调整你想要的。比如说我这里放个硬壳，这样的话，硬壳是不会被触发的，因为它在屏幕外边。就这个需要注意，因为肯定会有一些人想用龟壳做一些机关之类的，就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走过来的时候，它才会触发，包括那个静止龟壳也是我走过来那一瞬间它才掉下来的，就都跟其他这些普通敌人性质是一样的，就只有你走到屏幕附近的时候，它才会被触发。当然是一旦触发之后，不管它跑到哪里，它都会动，就跟 MF 好像是 R1 早期版本有些不一样，就是 R1 那边反正我记得 LGR 那里就是我记得，操，为什么我记得只有那些早期官作才是出品不动的？因为它要节省资源，我觉得。我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记得 RE 好像是没有这个特性的，还是我记错了？RE 我记得，反正我早期版本应该是有的，就是就是2.0 MF 2.0，因为 LGR 是在那上面做的嘛，是不是在 CF 上面做的嘛？是啊，就那个版本是有这个问题的。操，那个问题我记得很玄学，而且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敌人总是会消失。那个应该你没打那个什么勾吧？不是，但这个我就敌人重叠会消失。是，我就不谈 MF 之类那么多了，就回到正题了。然后还有一个，大家还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他总是会朝着马里奥这个方向走的。比如说你把它放在马里奥左边的话，它就会朝右走；把它放在右边就会朝左走。这个也是跟普通敌人是一致的，就这个逻辑是一致的。这个就龟壳。然后风景主要加了一个叫模仿者的东西。这个模仿者的话，作用就是它可以模仿任意一种砖块。这个也是可以用滚轮调的，但是滚轮调的话，那肯定很麻烦，你有200多种砖块，对吧？所以主要还是结合刚才的一键来使用。就你现在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能用一键了，就我突然就不能用。我退出来看看会不会可以。就是我现在可以正常用一键，然后我用一下模仿者。这个模仿者的功能就是吐出一个相应的地面来，然后在编辑界面为了跟普通地面分开的话，它是会有一定透明度的，就你可以在编辑界面上面看得出它到底是模仿者还是真正的 block， 但是在真正的游戏界面你是看不出来的，这样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坑的东西。当然我本意不是让大家做一些比较坑的，就是小飞侠特别喜欢搞这个，就用风景做就用这个风景做一些虚假的地面。估计是受了百万影响。我本来是为了说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看的风景之类的，但是还有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模仿者，因为它本质是个风景，就是你放一个模仿者，你相当于放一个有一个对象，放一个对象。对，就放了一个东西。当然，对象这种东西就比较编程学语言嘛，我希望大家都能听懂，所以就我说的会比较直观形象一点。那就是说放一个模仿者就相当于放一个地夹子吧，差不多吧，就是相当于放一个，它是本质是风景，就是相当于放一个嘛。然后这种风景大家都知道，放多了肯定会卡的，所以模仿者不推荐大家放太多。而地面的话，地面它是有些不一样的，但具体我不细说，就是它跟地面就在代码层面上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地面你放多了没关系，但是模仿者放多了可能会卡。
所以就是用的话要谨慎一点吧。就是这样，就模仿者的话，他应该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怎么就是那个大炮之前也是个模仿者我就那个大炮杆子，之前也是个模仿者差不多的东西，就放多了好像也是会卡。对啊，那个大炮杆子也是背景，本质也是背进来的嘛。就是说之前已经有这种情况，大炮杆。对。然后现在大家做风景就比较多选择嘛，而且还有一个就重要是它支持微调，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出以前不能微调的一些 block 之类，当然需要你比较耐心嘛，因为可能你还要加实心之类。我自己一般是没有这种耐心，所以我不太喜欢做这个，但鼓励大家多做。然后还有重头戏的话，重头戏就是 Marks 了 ，Marks 整个填满了，除了最后一个，而且可以跟大家说 1.8 这个也填满了。1.8 这个也被填满了，填的是一个功能很强大的东西。然后不过现在还不能剧透，目前就是从这个信息端开始，这里所有都是新的。就 1.6 的话，就只有上面这8段和下面的移动桥。当然移动桥的话，我顺带说一下，移动桥为了配那个棕色的背景，我还加了2个棕色的移动桥，这个稍微说一下就行了。然后主要功能就是我加了现在这里1、2、3、4、5、6、7、8、9个东西。然后这个我稍后再继续详细讲哈。bonus 这边完全没有改，然后这边这个界面也完全没有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additional settings 里面加了很多东西。这个东西的话，我看看能不能一个一个讲。第一个加的是这里，前面这些都是 1.6 之前有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流体形式，就是到底就它可以选2个，一个是水，一个是岩浆。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你有水的话，就是我是想弄一个什么呢？想弄一个岩浆，我就可以直接把这里改成岩浆，然后我会发现这个水面就变成岩浆了。然后如果你实际玩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个岩浆，但这个岩浆跟普通的岩浆还是有区别的。就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普通的岩浆，这个岩浆它相当于是一个，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水面，就是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这个岩浆，它是一个全局的东西。就你即使你这关很长，它的优化比普通岩浆好吧？那肯定啊。是啊。就这样，它是一个全局的东西，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有的，跟水面所以它跟水面本质上一样。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水面换了个图，换成个岩浆的图，然后还再加个判定，跳下去会死。就除了这2个之外，跟水面没有区别，所以我们会把它至少在这里面会把它统称为流体。就流体有2种，水和岩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方便做什么呢？主要是方便做一些岩浆逃亡的关卡。岩浆逃亡的话就涉及到一个掌握嘛，掌握我们之后会说，就加了一个掌握槽功能。然后所以这里刚才说到哪儿？这是第一个就是流体类型，可以调水和岩浆。第2个是自动流体，就顺着我刚才说到了，你可以改变掌握槽，就自动流体就是在这里设置的。如果你 no 的话，就是不使用这个功能。如果选择 yes 的话，会多出几个选项来。这几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T1、T2、Speed 和 Delay 的一开始就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比较抽象，就不知道是啥。T1 的意思就是你输入，是因为这样嘛，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想做一个自动的水面的话，它肯定会这样，它有2种情况，要么是一直上升，要么是一直下降啊，这个是算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它周期性的上涨和下降。然后我这里的自动流体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功能而做的。那怎么实现自动的上涨和下降呢？自动的上涨和下降它其实涉及到2个参数，一个是你想要上涨到最高的多少，一个是你想要下降到最低的多少。你把这2个定出来，比如说我现在想上涨到这里，然后下降到这里，那你就把这2个地方所对应的高度给写出来。这个高度单位是像素，是从上往下数的。就比如说这里是，比如说最顶上这个位置是0像素，
然后你一格下来的话就32像素，再往下一格64像素这样子，然后你就定2个，一个呢我就定第一个我就定个200，第二个我就定个400。直播间里面是不是发出什么奇怪的声音？好像是色粉那边的，我看是色粉，是的。然后不管了，所以就设了2个，设置了这2个参数之后，那你现在看一下，它就会往上涨，然后涨到200的话，它就会往下降。操，这不科学！水和岩浆混在了一起，却没有变成黑曜石。当然，就有人会问，那如果我不想周期性上涨下降怎么办呢？就可能说我只想做个 MF8-3，我就一直上涨。一直上涨的话，你可以这样，一直上涨你就把 T2 给改成一个负64，就负64它有个特殊的含义，它就是无视这个参数。那这时候的话，我直接升到200，我就停下来了。就这样可以做出只上升或者只下降的效果。那我们只下降怎么做？只下降是这样做，你原始是在这里，然后我们是不能，然后就下降到这。这个的话，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当然还有另外2个参数，另外2个参数是比较好理解。第一个参数是 speed 就是速度嘛，速度的话可以选0到9都整数。如果比如说你选8的话，就涨得比较快。然后还有一个是 delay 就是延迟时间，就是我不一定想说关卡一开始就上涨，我可能会等个几个单位，比如说我等5个时间单位，这5个时间单位就是关卡右上角那个单位。你等5个单位的话，就等到就刚才刚到595的时候它要上来，这个就自动流体。那我现在暂时关掉它。好，那如果那个就是说，如果 T2 不是负64的话，那么是不是它那个间隔就是每次上涨下涨之间的间隔 ？T2 是说你说间隔是啥意思？就是 T2 变成400以后，那个 delay 是不是上涨下降之间的间隔呢？没有，就 delay 的话只是关卡一开始的。好，那等于说上涨下降之间的间隔不能设置吗？那个好像那个目前是不能。操。当然以后可能会考虑啊，但是目前来说设定是这样。剩下这3个，这个高级开关的话是涉及到那个开关的，我们之后再讲。当然这个可能发布帖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讲一下下面这2个。这个 fast retry 的话，如果你改成 yes 就可以加快你死亡动画，就这样子很快你就复活了。这个主要是有一些玩家他想用一些比较快节奏的关卡，然后他不喜欢这个死亡时间站太久，但他就可以这样。而且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不会中断你的 BGM， 就是你死了之后不会中断 BGM， 只是说死了这段时间的 BGM 稍微降一下而已，就声音稍微降一下，但是它不会停的。可能啊，对，我才想起来我这个电脑没声音，所以大家不知道，但大家试一下就知道。而且它的相应的那个音效也改了，就改成一个比较轻快的音效。这个是 fast retry，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MF style 的甜菜，这个是因为当时想做甜菜杂砖，但是如果你做甜菜杂砖又加上 MW 的那种甜菜轨迹的话，那甜菜就强到爆炸。所以后来就考虑说，那我传统的 MW 甜菜我是保留，就是它不能砸砖，但是呢可以跳得比较远，就是会根据马里奥跑动的速度来决定它的一个初始速度，就这个是 MW 的甜菜。那 MF 的甜菜的话，它是不是由马里奥决定它的速度的？但所以的话，它的轨迹就会比较垃圾，但是它有一个相应的补偿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砸砖，砸什么砖都可以啊，问号砖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是，然后它的轨迹是跟 MF 一致的，就是，我长一点。而且如果这2个功能能分开决定，那会是很好玩的。
比如说允许 MW 的填彩砸砖，或者允许 MF 的垃圾填彩，啥都不能干。那就太极端了。然后它的轨迹就是左右左这样，而且的话，我的设定是它每弹一次的话，那个横向的速度会稍微大一点，就第一次横向速度比较小，第二次横向速度比较大，第三次横向速度更大，这样就弹3下。操，我记得 MF 是完全随机的，就对很，MF 是随机的，但是 MW 的话，因为随机的东西很多。MF 那个太坑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保留了 MF 一个传统的异能，就它可以爬墙。好，这个好。这个相当于是，当然 LW 也有个对应的东西，就穿墙嘛，但这个就比较直观一点，主要是保留这样的东西。但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因为填菜改起来比较麻烦，我不保证有一些跟 MF 不一样或者说比较奇怪的地方，但目前需要大家多用一下这个，因为目前我还没有在已经发布的关卡里面，我还没有找到用 MF 填菜，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用 MF 填菜做一个关，看看 MF 填菜到底那个功能如何。这个就是附加设定里面所有的内容。这个的话我之后再讲。然后现在来看最重头的，就是这几个。那么第一个是信息砖，信息砖的功能很简单，就是它可以储存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你可以用中文写，也可以用英文写。就是我找了一个字体，你可以用英文写，那当然也可以用中文。然后你是可以你点一下的话，你就会生成一个，然后生成的时候默认它默认的信息是你上一次输入的，这样可以防止你，比如说你不小心手滑删掉了这个，然后你把信息也删掉了，但这时候如果你按下一个的话，你还是会弹出之前的信息来，这样子至少有一层保险，因为有时候可能输入的东西比较多嘛。然后就可以弹出。然后还有一个换行的话跟关卡里面一样的，是用井号给换行。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输入一个井号怎么办？因为就是有可能你有一些信息是要求你输入一个井号，就你想输入一个井号，那怎么办呢？输入一个井号的话，就是用这个方向的斜向下划线。不叫下划线，这个叫什么？斜杠跟井号结合在一起的话，转译符号反斜杠，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输出一个井号。你真想输一个真井号，就是用这个斜杠加一个井号，那它显示的话就是一个井号。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刚才说的一键的功能，因为你这个信息虽然是带参数的，然后你有时候想改动它的位置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挪。就可以到处搬，这样的话会方便一点。这个是第一个信息砖，然后第二个，这三个一起讲，这个就是所谓的 MF 里面叫所谓的解谜砖或者开关砖。这个的话可以换颜色，就你有8种颜色可以选择。比如说我这里就用个红色，然后这两个的区别就是一开局的话，这个是虚的，这个是实的，然后你顶一下就可以切换虚实，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了。但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 MW 的话加了一个所谓的第二功能，就是每种颜色的开关它会决定一个不一样的第二功能，这个第二功能会影响整个关卡全局的一些东西，就它不只是影响你这两种对应颜色的专利虚实。比如说红色的第二功能，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全部讲，我不是很想全部讲这个，就不要花时间，因为那里面就发布帖里面也有讲了。红色砖的话，你顶一下就会把水和岩浆也进行切换，然后其他的也有其他的功能，比如说黄色砖的话就是会切换，就相当于是传统马里奥作品里面的 P 砖，它会切换金币跟
砖头。然后第三个是绿色砖，绿色砖的功能比较特别，它是改动龟壳的运动。比如说我就放一个龟壳，本来是静止的，你顶一下它就动了，再顶一下它就静止了，再顶一下它就动了，再顶一下它就静止。这个就是绿色，绿色是改龟壳的运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浅蓝当然有人叫青色，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好。这个的功能的话，就是它会改动移动桥的一个方向。当然这里顺带说一下，就是这个上升移动桥和下降移动桥，原版的 NW 是有一个问题的，就这个问题就是上升的移动桥跟下降的移动桥它的移动范围不太一样。就比如说上升的移动桥，它可能是移动到关卡顶端的某一个位置之后，它才会瞬移到下方。然后就是问题在于说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好，就是你移到关卡顶端，你可能过一段距离它才移动到关卡底端往下的某一些地方，所以就导致它实际的移动范围是这15格再加上一些距离。但是问题在于原版 NW 它上升桥和下降桥它的移动范围宽度是不一样的，这就导致会有一些不对称的情况发生。然后 1.7.3 是改了这个问题，就是它现在就改成了统一的，你往上16像素，它就会跑到底端往下16像素的位置，相当于是你在屏幕外边的移动范围是32像素。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关卡高度是15格的话，那你实际上移动的范围是16格。通过这个的话，你可以计算出来说你怎么摆这个移动桥会让它比较均匀之类的。主要关键的改进是说让上下移动桥这两种移动桥它的运动范围是完全一致的，就会对称。比如说我放个上升桥，这样的话它们是完全对称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瞬间它们是可以重合起来的。但是在原版的 NW 里面是，或者说就在 1.7 之前的 NW 里面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它们的运动范围是有一些差别，然后主要是改进了这个差别。当然我考虑到有可能影响到之前的关卡，所以就只有 1.7 以上的版本会应用这个，只有 1.7 以上的版本会应用这个新的定位。这个是青色，当然还有一个修改的动机，就是如果你用原版的那个方案的话，你用青色砖是有问题的，可能会导致移动桥错位，你们可以用旧版试一下。然后深蓝色砖的话，它主要是会让流体出现或者消失，当然你岩浆的话也可以，就比如说我改成岩浆，然后照样可以消失或者出现。然后即使说这个就这个水面是上升的，比如说我让这个水面是一个自动流体，然后它上升到顶像素慢慢上升，是不是？然后我同样可以改，然后我现在再去把它弄成可见的话，它是已经上升到这里了，就是你隐藏过程中它还是会继续上升，就只是相当于说水面不可见了而已。然后剩下的是这个叫啥？这个叫紫砖吧？这个颜色的名字比较那个什么不统一。紫砖的话就紫砖比较好理解，紫砖就改套灯方向。然后剩下两个比较特殊，剩下两个是黑和白。黑的话，它的第二功能就是应用所有的第二功能，就是黑色砖你顶一下，相当于同时顶了上面那6个。但是当然这只是第二功能上面，黑色砖会把上面所有的第二功能都应用了，但它不能改动第一功能，就是黑色砖的话，它还是只能改黑色的这种实心和虚心，它不能改其他颜色的。相应的，我们有一个白砖，
白砖的话，白砖它的第二功能就是改动其他所有这些颜色，除了黑，严格来说应该是除了黑色以外，所有颜色的这些砖块的虚实。这样有点不好顶。就除了黑砖对吧，它都能改，那黑砖的话只能改它自己。但是黑砖有一个额外的功能，但可能会有人会问，如果我不想要这个额外的功能怎么办？不想要的话就直接关掉。当然这里还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你可能只想要某一个第二功能，但是不想要其他的第二功能，那这时候目前没有办法。目前来说的话，因为技术所限，我只能做到说我全改或者我全不改。就是如果我 no 的话就不会应用这些第二功能，就只会改这些砖块的虚实。但是如果你开了第二功能，就会像刚才那样。这个就是这几个砖应该有很多的设计空间，大家可以探讨。然后剩下的是冰块。冰块的话，冰块很直观，冰块是这样。但是冰块我故意把那个手感做得非常恶心，然后根据大家的反馈来说，应该是做到了。冰块的这个手感我故意做得非常的恶心，就本来 MW 的手感已经比较滑了，但是冰块就滑上加滑，就是它相当于说你如果跑得很快就很难刹车，但如果你跑得不快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总之是比较，就总之在上面走会比较笨拙。这个是冰块的第一个效果。第二个效果是冰块可以打碎，就它是2个 HP， 你打一下的话，它会呈现一个碎掉的情形，但你打2下就完全碎掉了。然后除了你的子弹的话，火球龟的子弹也会打掉它。这个我在一个示例关里面应该有展示过。但是还有一个，就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红花就喷火花为什么打不掉啊？喷火花打不掉，我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子弹本质上是无视所有实心的，喷火花的子弹是无视所有实心，但是不管火球龟也好，还是你的子弹也好，它是会有实心判定的。所以我是打算说，只要有实心判定的子弹才能打碎砖块，没有实心判定的那种子弹，你打碎砖块就显得太奇怪了。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不会把喷火花考虑进去。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冰块，还有一些要说的，就是它会被全局岩浆给融掉。比如说我全局岩浆本来设置在这里，然后我让它有一个上涨，那我躲高一点啊，由上涨到下降吧。下降的话，那我下降到400啊，上涨就上涨到150毫。然后这时候你发现就完全被融化掉了。但当然，其实我只做了全局岩浆跟冰块的互动，我没有做普通岩浆跟冰块的互动，因为普通岩浆跟冰块的互动没有什么意义，2个都是不能动的。那你就没有什么改动冰块状态的意义所在了，所以就只有全局岩浆才会把冰块给融掉。当然融的话，这样的话会融不掉的，就是只有当你完全把它淹没了才算会融掉。这个是冰块的一个光接触没听清。操，郑强汉声音好小啊！然后这个就是冰块啊，冰块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水下的话，那我再调一下水。它在水下会有一个特性，就因为水下你脚滑的意义其实不大，因为水下本来就运动的很慢，所以水下的话它的特性就是，如果你一旦踩在上面，你就会被黏住了，这时候你没法左右行走，就你只能让游泳的去挣脱，而且你一旦脚跟
贴在那上面的话，你整个横向速度也好，纵向速度也好，都会变成0。这样的话会做出一个比较有趣的效果。当然，这个也可以做一些设计了。就这个是水上和水下冰块的一个区分。这个也是后来加的功能 1.7.0 没有 1.7.0 是水下的冰块有 bug， 然后我就把这个 bug 改造成这样一个特性。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是特殊实心，特殊实心有3种，可以用滚轮调。第一种特殊实心就是半格，这种半格实心就是用来解决这种跟桥刚好对应的，因为如果你用普通实心的话，用普通实心应该大家都知道会什么效果。比如说我这里这两个我用普通实心去代替，那你这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空气墙，因为你贴图跟实际上那个实心的大小对不上嘛，然后这种实心就用来改善这种情况。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第二种相当于是什么？相当于是一种静止的移动桥，就是你可以穿上去，就这种实心是可以穿上去的。同样的，因为它本质上相当于移动桥，所以如果你敌人走过来的话，它是会掉下来的。哎，不对，等，哦，我用错了，不好意思，用错了，这里是应该是用这个，就有3个，一个是半格，我们用的不是半格，一个是这个，这滚轮有点问题，也是这个是一个桥状的，就相当于是本质上相当于移动桥，这个叫桥状实心好了。然后还有一个是三角实心，三角实心的话，就是在桥状实心的基础上允许敌人在上面行走。这种可以做出来类似于蘑菇山啊、蛋糕山之类的效果。这是3种实心。然后还有一个水位砖，水位砖的话就是用来手动控制水位。刚才那个自动流体你是用马里奥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嘛，但这个水位砖就可以控制。如果你一点的话，它会让你输入的第一个就是你的目标高度是多少，这个问题就跟刚才的一样，你想要水位上涨到多少，目标高度是多少，剩下的问题就是速度多少，比如说3，然后我水面在这里，那你去顶一下它，就可以让它水面上来，这个很好理解。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这里选择了自动流体，然后这时候你再用这个的话，就会把自动流体的那个效果给取消掉。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在自动流体的情况下，你使用手动流体会把你自动流体的状态给取消。但是这时候不管你是直接复活也好，还是从 CP 复活也好，它都会恢复自动流体的状态。就这时候你再用一次手动流体，它才会把改成手动流体。就这个手动流体相当于说，如果你在同一条命里面你顶了一下它，那自动流体就没用了，但如果你复活了之后，那自动流体还是会恢复。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水位砖大家注意也是可以用滚轮调的，它也有3种。第一种的话就相当于是你可以不停的用，比如说我现在用两个水位砖，这个水位砖是把水位往下调了，比如说调到480，那我顶第一个的话，顶第一个它又往上了，因为你这时候目标已经是它的目标高度，所以你再顶它的话是没用的。但如果你现在顶另外一个，它就会下降。当然你这时候又可以顶回来，然后就可以交替的这样顶，可以顶很多次。但是如果你希望它只能一次性的话，那你就用第二个。第二个的话，你要输入的信息还是跟第一个一样的，区别就在于说它只能用一次。你顶一次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叉，然后你这时候再顶它就没用。然后另外需要注意到一点是，这些砖跟问号砖跟问号砖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有一个怪物放在它上面顶的话，它是会被顶死的。然后这也衍生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这里有个硬壳，它能把上面这个龟壳给撞死。如果换成开关砖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个 1.7.0 的话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后来 1.7.3 加了这个。水位砖还有第3种形态，第3种形态不叫砖了，就是一个水位区域。水位区域的话，你同样是输入这2个参数，一个是目标高度，一个是上涨速度。
然后你能够去画出一个区域，只要马里奥碰到这个区域，那它就会执行相应的。而且第二点，它是一次性的，就它相当于是本质上相当于第二个这个砖，就它相当于这个砖。但是的话，它不是通过顶的形式触发了，它是通过碰到这个区域的形式触发了。哎，等等，这是不是 bug 了？我看一下哈，我怀疑这个 bug 了。就是如果这是 bug 的话，我要修。我当时就想过，我做教程的时候可能就会冒出新的 bug 来。我试一下哈，这个我现在是目标高度是240，然后这样放在这里，然后我碰一下的话，它理应当是会上升的。但刚才为什么不行呢？刚才不行，如果我直接放在这里面也会触发，那是不是因为我自动流体，就是如果我开了自动流体，它就会有问题。比如说我自动流体这个对，如果我开了自动流体的话，这个似乎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应该会作为下一个修复，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因为本质上这个流动就这个区域应该是跟这个怎么说，这个叫水位改动的区域跟这两种水位砖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现在问题在于说这两种砖可以在自动流体的情况下改动它的高度。但这种区域目前没办法，这个是需要改的地方。然后看一下，那我记一下这个 bug， 这个 bug 就是在自动流体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流体位置改动的区域是有问题的，就是它没办法改，这是一个 bug。然后接下来我们看，这里就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就是什么呢？这个功能是所谓的场景控制功能，它有三个模式，就是如果你按一下的话，它会问你要不要改动这关的 BGM， 然后比如说你随便改一个，然后它会问你要不要改动这关的背景，然后你就随便改一个，最后它会问你想不想改动这个水位的高度。就是这个改动跟前面的水位砖的改动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改动是瞬间改动，就是它一瞬间就把水位从某个位置移到另外一个位置了。比如说我这里让它是0，但如果你保留-64的话，就跟之前那个一样，-64它是代表说你不改。如果你要改的话，你改成0。然后现在会发生什么呢？哎，等等，我按错了，对不起，我就多了一个。然后你是可以从编辑界面看出来这个东西它要改什么的，它同时改了音乐，改了背景，改了水位。这时候你碰一下它，就会把刚才那3个东西完全给改掉，这样你就可以方便做出一些多场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当然会有人会问，如果我这一个砖那么大，那万一我马里奥碰不到怎么办呢？所以这时候的话，一般会有2种方法。那我先把东西做大一点，比如说我做个40个的好。比如说我想，当我进水管了，比如说我想做个密室，那我进入这个水管，这个水管指向的就是密室。那密室的话我坐在这边，密室的话你想把背景改成地下嘛，就是砖我随便摆了，我就不管什么美观不美观。然后从这里出来。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想改动一个不管我是改动音乐也好，背景也好，还有水位也好，我都会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肯定不是走着突然变了，因为刚才是一个突变，那肯定是进行了某个场景切换之后，它理应上才会变的嘛。所以一般来说，就是经过了一个水管连接之后，比如说你进这个水管，
就从密室改成了这个，不是，就从白天改成了密室。那所以你现在想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那所以我会希望说，我进去这一瞬间我还是不改的，进去这一瞬间我看到的还是白天，所以我是希望在我从密室这里出来的时候突然改。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砖放到密室，就放到水管出口这里。这个如果你做过 MF 的话，应该会有体会，因为 MF 也有类似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你现在想改个音乐，然后还想改个背景，水位我就不改了。那这时候效果就这样。这个流体是我没关掉，把它关了。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流体是开的，然后你又改了水位，我这次就只改水位好了，那也会把自动流体给关掉。这现在水位改成了0了嘛？但是这时候本来它是有自动水位的，但是现在自动水位会被取消掉，这是也是要注意的一个点。但同样的，如果你复活了之后，这个自动流体还是会恢复的。不过现在当然有个问题，就是你这样做密室的话，还是会导致说我这样一走过来就会出现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个是要跟等一下那个屏幕位置控制就另外一个 mark 物件，就是最后面这个跟这个配合起来用，这样的话就会能够做出一个完美的密室效果。目前这个密室效果还是不完美。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大家这个我记得是比较少人注意到的点，就是我再随便放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用一键到处挪的，因为它有参数，这个也是用一键到处挪的。我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这个也是就总之带参数的东西都可以到处挪。然后我说的没有人注意到的点是说，你如果在这里按 Q 键，就你鼠标对着它按 Q 键的话，弹出几个来。前面3个不用解释，前面3个就是改参数。后面这个的话，所谓的这个，如果你按一下这个的话，你可以发现就是可以预览了。就是如果我本来不是这个背景的，但是我改成另外一个背景，但是你在编辑界面你怎么看怎么难受嘛，因为你有可能本来应该是水下这个背景的，但你因为NW 显示的是白天的背景，那肯定看着很难受。所以如果你想做关的时候也有一个预览效果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个，就你对着哪一个打开，你就会切换到对应的那个模式，就切换到这个标记对应的那个背景或者说音乐的状态。你这时候按 F8 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不知道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很早就有了。按 F8 的话，你是能够听音乐的，就你听对应的音乐。当然如果你不用这个预览功能，你直接听音乐的话，听到的是你原本设定的那个音乐。但如果你想听你某个场景特定的音乐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然后按 F8。顺带另外一个快捷功能就是按 F6 了。按 F6 的话是取消背景，这更少人知道了，因为取消背景真的很少用，因为只有 4.4 时代才是这样子的。后来有了背景，大家都开了背景。但这个可能是这个目前来说用处不大，有可能是因为唯一的用处可能是做全景图的时候有一些背景比较奇怪，那关掉背景的话做全景图会比较方便。说到做全景图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F5 我们之前知道是不是改关卡尺寸， F5 是新建一个关卡，但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导致说你做了关卡，然后按一下 F5，然后整个关卡就没了。所以而且 F5 这个功能也不是必要的，如果你想新建一个关卡，那你就把原来的关卡保存，然后退出，然后再进来，那不就新建了一个嘛。所以 F5 这个功能我们取消了，取而代之的话是一个关掉所有实心。这个关掉所有实心不是说真的实心全部没有了，而是说你在编辑界面看不到它而已，就你实际上还是有的。那这个功能的话主要有2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方便你检查地面，就特别像我这种手抖患者，就是要检查一下地面有没有摆好，因为有时候实心叠在上面你是比较难看清那个地面的具体细节的。另外一个功能同样也是
可能做全图会比较有用吧。但到做全图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上面显示一个 invisible， 这个可能会影响全图。所以这个如果有做全图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用不用这个。那所以关键那个小细节，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小细节，就是说我可以按 Q， 然后弹出这个菜单来设置一个预览功能。这个功能我做了好久啊，很多 bug，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bug， 所以希望大家用一下看看有没有 bug。对，这个水位转，总之带参数的东西你都可以按 Q 去修改的。就你对着它，然后按 Q， 你可以去修改它的参数。信息端也是一样的，刚才也漏讲了。总之就是所有带参数的东西，你都有可以用2个键去操纵它，一个是 Q 键，按 Q 键可以修改它的信息，另外一个是按1键可以挪动它。比如说我现在等一下，就1键的话，你是必须选到对应的这个物品才能挪。比如说你现在可以挪这个，但不能挪这2个，那你选它的话可以挪。然后你选它的话可以挪，这个也是一个保险措施。然后现在还有一点是 Marks 的话，基本上你要选中它，比如说选中这个，你才能删这个。如果你选中了它之后，你换了另外一个东西，你是删不掉它的。这个也是一个保险措施。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不同的 Marks 是可以重叠的，比如说你现在放个实心是 Marks， 但你在上面同样可以放个冰块。你也可以叠一个其他的，总之你不同类的可以叠，但你同类的你要用微调才能叠。这个是 Marks 的一个问题。然后现在介绍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屏幕锁定。屏幕锁定的话就这样子，如果我这里放一个屏幕锁定，那现在的话我滚屏的范围就只有这里。我刚才这边碰到这个滚屏的范围就只有这里，它不会滚到这边去。就是你画出来这个范围就是你的滚屏范围，这个很直观。比如说你画出来这个范围，那就是你影音的范围。但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画的范围不是在我起点这里嘛，我画了一个在别处的范围。那我这时候如果过来，你会发现这个不会触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滚屏区域的触发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是通过水管连接到这里的。就如果你不通过水管连接的话，这个滚屏是不会触发，除非你把它放在起点，除非起点是放在那个区域里面，那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你就在那个区域里面，那这时候你就会就只在这个区域里面活动。但如果你出生的地点不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这个区域是无效的。如果你想让它有效的话，那你就得钻进这个水管。因为从水管出来的时候你是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所以这时候你就应用了这个区域的滚屏限制。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完美的密室了。当然这个区域的话它还有比较多其他的用途，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分段的关卡，那你就把一个关卡分成好几个区域，就每个区域画得很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分出来好几个不同的场景，然后用水管去连接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是个密室，然后这个密室呢你有好多个水管都可以到这个密室，但你同时又想改这个密室的这个背景，就比方说什么呢？你想进这个密室的时候你改地下背景，那按照刚才的想法，就是你得改音乐，得改背景，得改水位，改完之后你比如说这里弄个水管，这里弄个水管，那才能改。那这样有个问题就是你有多少根水管你就得放多少个，这个很麻烦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功能，就是所谓的联动功能。联动功能就是指如果你把这个模块放到哪呢？放到跟这个屏幕锁定模块右边的这个，然后你再去设置，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条小红线把它们连起来了，就只有把它们放在相邻的位置才会连起来。连起来之后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只要我通过水管进入这个场景，我就自动帮你更换相应的这个
更换相应的这个背景还有音乐。比如说我现在都把其他的都去掉了，我就只保留上面这一个。那这时候我进来也是会改动的。所以这个功能我自己一般会比较喜欢用这个功能，就是因为它相当于是给每一个你分割出来的场景配了一个固定的音乐和背景，你就不用考虑有多少根水管到它那里，你只要放一个在这里就 OK 了。但还有注意到一点是，如果你一旦用了联动功能的话，它原来的功能是会被去掉的。就是如果你马里奥到了这个位，就马里奥移动到这个位置之后，不会发生任何反应，就它相当于是消失了。它消失之后，就把整个功能给嵌入到这个屏幕锁定的这个模块里面。当然还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密室里面你用了，但你外面没用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外面也要记得用。就比如说我外面也用一个屏幕锁定，但是这时候如果你还是通过水管回到外面的话，它背景是没有改的，所以你要记住说给外面也加一个回到外面的相应的一个背景和音乐。等，我弄错了，我该是放不该放，没有关系。比如说这里我再加一个从这里出来的，那我进去之后，这也是密室的背景，然后出来之后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是场景切割的一个用法。那大概是这样，那这里就讲完了。接下来还有什么小的东西要讲呢？我想一下，我不确定有没有够。目前来看，还有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你用自动水位的时候，不是会有时候会有你不管自动水位也好，手动水位也好，你总可能会有个水位下降的过程嘛。比如说你把 T 设成4.8，那它一开头就下降的。那如果下降的时候有鱼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一群鱼在这里游，然后水位就下降了，它们会自动变成飞鱼。而且不同颜色的这个鱼的话，它对应的飞鱼的特性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区别不是很大，我就稍微做一下。就这个黄鱼的话，它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就它跳得比较高之类的。就是这些是比较细微的区别，我不知道做出来实际效果到底有没有区别，总之就这样。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我看一下群里面的问题吧。区域的大小是ZKY 真强汉问区域的大小只能20×15吗？不是，区域你多大都行，我给你演示一下。至少是20×15，反而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至少是20×15，因为它画出来的面积相当于是你看到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判定区域，它是你能看到有多大。那你可能看到最少也有这么大吧，但我可以弄得很大。比如说我这样已经有可能没有参照物标，我现在这个区域这么大。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你做一个密室的话，一般就意味着你原来那个大场景也要把它画一个区域，不然可能会出问题。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一个，假如说我这个就是我这个示意图了，假如这个是你的大区域，这个是你的密室，那你大区域你得画一个区域框住它，密室也画一个区域框住它，然后再用刚才的那个场景联动功能把一个场景的标记放在这里跟它联动，那这个大的场景就对应一个背景和音乐，然后这个小的密室也对应另外一个背景和音乐，两个都要用屏幕去框住它。比如说这样的话，那我刚刚框到这里，但实际上的话，这里还给我了几个格子是你看不到的。飞鱼有4种吗？飞鱼现在目前只有2种，后面那2种我没有做，但也就意味着说，飞鱼现在是只有红飞鱼和蓝飞鱼，绿飞鱼的话和黄刺鱼是没有的，但它们只能会通过
涨过潮这个过程里面出现。目前是没有的，目前不能直接放，只能间接的去出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小改动啊，就是这蓝鱼还有黄鱼现在是可以被硬壳龟给干死的。哎，不好意思。就这个之前好像是互相无视的，但是根据常理的话，应该是可以撞死，所以我就改成撞死。其他方法是干不死的，你用普通龟壳是干不死的。就只有硬壳龟可以干死，这也是一个小的细节改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做龟壳的时候注意到龟壳浮空的条件了，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吧。但是至于拿不拿这个东西来做设计，还请大家仔细考虑，因为我知道有人是不喜欢这个的。就普通的龟壳你肯定是掉下去的嘛，但如果你把这个龟壳微调一下，你向上微调它2个像素，它就会浮空了。那我可以大胆的猜测，就是为什么普通的龟壳有时候会浮空，是因为你掉落的时候，它的判定就你比如说这里有个龟壳掉下来之后，它可能刚好是跟地面差了2个像素之后就没有改动动坐标了，所以这个时候就直接浮空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这只是经验的总结。但现在有一个100%会导致龟壳浮空的情况，就这样。然后接下来我再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对，快乐云是一个我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就是有人问说，如果我分了密室区域之后，我做了个快乐云，那确实是个问题，因为快乐云的那个回头标记我还没做。哦，解密砖，对，解密砖卡住，我演示一下，这个等会儿。解密砖卡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放这个用我之前的一个关卡演示好了。就是如果你马里奥刚好站在这个就跟解密砖重合之后，本来 1.7.0 的话，它是会直接把你往左或者往右挤的，但后来我改的很烦，然后最后终于改出来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你碰到就你跟解密砖重合之后，它刚好变实心的话，你会被卡住，但卡住的话，它是会保持你的纵向速度和横向速度的。比如说你跳跃这个过程当中卡，那你恢复的时候你还是能往上。就这个主要是为了游戏体验稍微好一点。从物理上说或者从科学上说，这个是不对的。但你可以理解为说，你碰到它的话，马里奥的时间就静止了，然后放出来之后，它会恢复之前的那个时间线。不过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潜在的 bug 可能会比较多，我当时修了很多 bug，然后现在目前修出来，目前没有发现有 bug，但希望大家可以都来帮助测试一下，但这个机制到底有没有问题？目前我自己也是没发现有问题，但不排除还是有，这个需要更多的测试。但大个子也是一样的，大个子但触发蹲滑之后他就不管了嘛，触发蹲滑之后他不管了，但你不触发蹲滑的话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什么？看还有什么提问啊？提问目前没有看到还有什么别的提问，我往上翻一下。GAERE 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自己顶了，那确实会卡住，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就是为什么你自己顶了那个砖块的话，你是当时会位于一个虚的砖块上面？就比如说，那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种，但这种怎么讲都很奇怪啊。就这种情况，你肯定会卡死，这种情况必死无疑。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有可能就是对，有可能误操作。比如说我就不是那种周期性的，我就使用一个龟壳或者甜菜。那甜菜好了，甜菜的话得改一下那个，因为目前来说默认是不开这个 MF 甜菜，改开。比如说我把我中间弄到这里，然后这是手滑然后就没救了，这个是目前主要的问题。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案了，另外那种方案的话，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所谓蔚蓝的方案，就是意思就是，如果我马里奥在这上面，然后你这时候变成了实的，那跟马里奥重叠的那几个它就不会变成实的，除非你马里奥离开了它。就比如说，如果我马里奥站在这个位置，那剩下7个我可能变实了，但这个不会变实。你只有马里奥离开的话，马里奥一旦离开它就回到了它应有的状态。比如说它应有的状态如果是实的话，你它是8个全部变实了。如果你马里奥站在这里的话，那就只有另外那7个实的，然后这个不实。但问题在于说可能会造成一些空子啊，所以有人比较强烈反对这个方案，就后来没有做。这个方案反而是技术上最容易实现的。就如果我稍微改一下 NW 的原文件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恢复过来。就目前来说的话，不是用这个蔚蓝方案，就这个蔚蓝的方案就是对玩家特别友好，就因为玩家不会被卡住，他想怎么搞怎么搞。但也有问题，就可能会出现一个逻辑上的空子。然后这个方案的话，这个方案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哦，就你被卡了，然后救不回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提醒一下我自己，就刚才那个水位区域的 bug，这个我要回去检查一下。下一步我可以考虑，就讨论一下能不能做成可选项之类的，就2种方案嘛，一种就是卡死的方案，一种就是蔚蓝的方案。你想弄哪个就弄哪个，如果你觉得蔚蓝有控制，你就弄卡死的；如果你觉得卡死有问题，那你就用蔚蓝。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呃，有两个，一个是蓝太阳的问题。蓝太阳说，马里奥在机关砖里面可以有限活动，但对怪物是实心。你是说刚才那个吗？啊，就是你的意思是说，我比如说我这样子，然后按照未来那个方案的话，我这里会留一个空嘛，但这个空可能会导致怪物钻空子进来。这个改进我听过了，这个改进主要问题在于说在技术上比较难做，就是为什么会在技术上比较难做呢？是因为我这样解释吧，就是实心这个东西，它在大叔原版的代码里写好了，就是对马里奥和怪物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只要是一个本质上是实心的东西，那它肯定对马里奥也有效，对怪物也有效。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不是实心的东西，那就对马里奥无效，对怪物也无效。但如果你一旦想把马里奥和怪物给区分开，就会特别难做。这个就是只有半实心才能做到。当时半实心是把我改的超恶心，就是它要怎么改呢？半实心本质上其实不是实心，因为如果你一旦是实心的话，它就对马里奥来说也是实心，那马里奥就没办法上传过去，那没有办法，那只能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桥。但普通的桥跟这个的区别就在于说，敌人会掉下来，那所以我就得挨家挨户的跟这个敌人讲，你不能从这个桥掉下来，你就跟板栗仔说好，你不能从这个桥掉下来。然后我再改一下，我就跟乌龟说，你不能从这个桥掉下来。所以如果你要把马里奥跟敌人在实心方面的功能给区分开来的话，你就得挨家挨户的找那个敌人说，哎，你不能把那个当成实心啊，或者说之类。总之，如果你想做一个实心的东西，把马里奥跟敌人区分开，在目前的 NW 版本里面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就对开发者来说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所以目前来说，我不打算考虑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马奥里问的问题，能不能试一下 MF 甜菜能否撞碎头顶的砖块？头顶的砖块我记得好像是 NW 里面好像是不能的。等等，我傻了，我怎么做了这样的玩意出来？它是不能直接从它不能就是你不能直接从就怎么说呢？你不能直接把一个甜菜往上扔，然后让它砸，但它可以从侧面砸。就是甜菜的生效范围是侧面或者上面。就如果你从下方攻击是无效的。MF 我不知道，MF 的话，因为 MF 的判定跟 NW 的判定不太一样。然后 NW 这边这个甜菜的判定我也做了挺久的，就目前来说最好的效果就这样了。我记得当时可能是因为觉得说向上砸砖的话有点难做，就按目前那个判定标准来说，有点难做出这样的效果，所以后来就没有做了，或者就是我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但总之就是目前 MW 的这个 MF 是甜菜，它是不能向上砸的，但它可以向左、向右和向下砸。不过这个问题不算太大，就是除非你做一些特殊的设计啊，因为你做特殊的设计确实可能会用到这点。但是如果你只是做普通的设计的话，那本来你就是大个子，你本来就可以顶它，你就不需要借助甜菜了。当然做一些奇怪的设计确实会啊。就我记得有一个法里做过一关，就是什么上面全部是 VN 的，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不能顶砖或者不能用什么奇怪的方式来砸砖，不然 VN 掉下来。还有什么吗？
哦，小飞侠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大关里面，第一关吃了 NW 甜菜，第二关是 MF 甜菜会怎么样？答案是跟那关的设定有关。你第一关即使拿的是 NW 甜菜，你进了第二关也会变成 MF 甜菜，因为这个设定是根植于关卡里面的，它决定性因素是你在哪个关卡，而不是你吃了什么东西。当然，这个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分一下补给嘛，就如果这两个东西区别比较大的话，我可以弄成两个，比如说一个甜菜一个白菜区分开来。不过目前没有这么多功夫去区分而已，所以把它弄成同一个甜菜。那这样的话就可能会面临一些局限性，就你只能一个关卡里面设定一种。我记得什么啊？那个 MF2012里面不就有个白菜吗？当然我忘了那个白菜到底是怎么玩的。还有什么来着？MF2012，或者叫 New Super Mario Forever， 12年出的一个，不是 MF 作品啊，那个是也是波兰大叔的一个作品。而且据说那个不是大叔后来也出了个编辑器嘛，就为 MF2012而搞的 Mario Worker， 但没有人玩，没有人下载，据说一堆 bug， 就没有人管它。好像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出？东西很差。就举个例子吧，地鼠知道吧？放上去什么都看不见，你也不知道哪放的地鼠。然后只有你测试的时候，一遍遍的看，而且还能重叠，就很草。从大叔做 MW 的质量来看，我就不寄希望他做更复杂的东西了。这个 SNWP 已经改的吐血了。如果你拿现在的版本跟原始的版本来比较的话，现在大家可能都快忘了原始的 NW 版本是什么样子。小飞侠问1.8会有新背景和新 BGM 吗？会，我可以给肯定的回答。而且目前来说是支持自定义 BGM。原始版本 4.0 版本 4.0 版本，我告诉你，所有的背景都会我不记得是所有的背景还是什么，所有的背景都会显示成这个，所有的背景都会显示成这个。我当时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图，是谁做的关，然后就是不管哪关都是这个背景。1.8会有其他颜色的管道吗4.0吗？不一定，因为现在管道颜色已经比较多了。就是我也很希望说同一个东西出太多个不一样颜色的版本，然后占用这里的位置。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会在以后的版本里面有个有个提升，因为就 1.8 这个版本不出意外的话是最后一个大版本。什么叫最后一个大版本呢？就是如果你再往后的话就 2.0 了，应该没有 1.9 什么的。2.0 的话我们会完全的重构，就是我们不基于之前写的程序来做，就是完全从头开始做一个新的 NW， 就不依赖于原有这个基础，因为你即使是 1.7 还是 1.8， 他们依赖的都是 N 年前2006年或者说2009年那个原始 NW 版本，然后不停的改，就改成这样的。但改成这样之后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代码就像垃圾堆一样越堆越高，你越来越难管理，你可能找一个东西的代码都得找半天。所以目前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快极限的地步了。所以我目前希望什么？我希望 1.8 版本把目前所有的这些格子都塞满，这是我的一个小愿望。就我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塞满，塞满之后我就不会再加了。
然后就直接从头开始做一个全新的版本。当然，全新的版本的话会弄很多人性化的设计进去，不过要花多少时间是目前来说是很难确定的，所以有可能 1.8 之后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更新。但也是目前这一套 NW 的终极版本。1.8会有其他的装饰吗？应该会，因为我这里还有6个格子，我刚才说了，我的愿望是填满的。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发现今天已经多少号了？今天是14号了，我还有13天时间，我觉得有点紧，太恐怖了。我还有13天时间，我还要做一些别的东西，我可能还中间有几天要回学校，所以有点。如果你们能接受不是627，那当然好了，那我可以拖。我目前1.8的开发进度不是很那个什么，我目前就做了一下音乐，然后库巴什么的我做了一半，就会有高级的库巴。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更新是，会对 MFS 的结构做一个比较大的更新，就是你有可能能够做出一些我从第一关到第2关到第3关又回到第1关的设计，然后再恐怖一点的话，可以做出本质上相当于 SMB3 大地图的东西。不过这个目前还在做制作之中，所以也不确定最后会弄成什么样子。还有什么问题吗？LGR 的话 ，LGR 就是我改了第8世界前几关，就当时好像寒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改了。寒假的时候我改了8-1到8-4，但后来就一堆事情耽搁了。本来我想把 LGR 那边快点完结的，就是反正就2-3月的时候开始写论文了嘛。我改了这4关就是写论文，写完论文就开始搞 SNWP， 然后弄到现在，所以就 LGR 就算819也不一定能发，因为现在我没动了好久。因为如果你现在还是在搞 SNWP 的话，那我至少得搞完1.8我才能弄 LGR。然后 LGR 的话，如果你想尽快发布，那还有好些关键，就从8-5开始嘛。819是永巴的建巴纪念日，永巴建立于2006年8月19号。NW8 建立于2010年6月27号。还有问题吗？我看播多久？快2个小时。哇，纳米辛苦了。我喝口水。新增可选项好像一开始就介绍，你说的这个吧？这个一开始就介绍。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结束了。那
那好，感谢各位收看。那我们今天的 SNWP 1.7教程以及一些相关的闲聊就到此为止，也感谢物品的2位。那就这样了，各位再见。